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我的小菜筐呢面积不大，为了节省时间和空间呢，我一般不留种子。去年呢，很庆幸我收到了一颗上海青的种子。今天呢，我就想用花盆来种些生长快、又嫩又美味的鸡毛菜。如果您也有多余的种子，那就和我一起来种吧。鸡毛菜的种子呢，我们是买不到的。因为鸡毛菜它实际上就是上海小白菜的幼苗。在上海，鸡毛菜是夏天最重要的绿叶菜，因为这时候的小青菜呢口感不好，大家都改吃鸡毛菜了。鸡毛菜的生长非常快，从种子播种到收获20天左右。我们用花盆来种鸡毛菜呢，可以用从店里买来的营养土，这样我们在整个鸡毛菜的生长过程中就不用再施肥了。这是我自己收的种子，颜色深浅不一。其实颜色浅的呢，是因为成熟度还不够，还不够饱满。如果用这样的种子来种青菜，可能会影响菜的品质。但是种鸡毛菜呢，就没问题了。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均匀地撒在土的表面，然后在种子上面呢，覆盖一层1公分左右的土就可以了。为了种一次能够多收获些呢，我们可以把种子撒得稍微密一点，这样呢就可以多收获几次。我这个花盆的直径是30公分，高是18公分，我会分3批采收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花盆到底能种出多少鸡毛菜来。浇完水呢，我又在花盆上面盖了一个塑料袋，然后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让它发芽。速度真的是非常快，仅仅过去了2天，种子已经开始陆续的发芽了。第5天，小苗已经出得密密麻麻了。鸡毛菜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种，如果是育苗，千万不能撒得这么密，要不然我们的小苗都因为挤在一起长成了高脚苗，对以后的移栽很不利。第10天，鸡毛菜已经开始长第1片针叶了。今天正好下雨，浇了雨水之后呢，相信它会长得更快。第21天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第1次采收了。第1批鸡毛菜呢，是最小也是最嫩的一批。由于鸡毛菜是上海青的小苗，所以它的生长习性呢，其实和上海青是一样的，都喜欢冷凉的天气。唯一不同的呢，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很短，所以在夏天也可以播种。理论上讲呢，它可以1年4季播种。在上海，夏天的最高温度能达到37、8度，这时候呢，病虫害就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在外面买的鸡毛菜呢，一般都会打药。如果您家里有阳台，完全可以种2盆鸡毛菜，这样至少吃起来放心。种鸡毛菜呢，我会每天早晚浇水，而且不会把它放在太阳下暴晒。鸡毛菜呢，一定要嫩的好吃，如果放在太阳下晒，它变老了，颜色变深了，口感就不好了。第1次采摘我们要有点耐心，因为小苗都挤在一起，我们尽量不要带出太多的土，所以呢，动作要轻一点。种过鸡毛菜的土呢，我们也别浪费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简单的处理，还可以继续再利用。顺便呢，我再介绍一下我这个小花盆的结构。这个小花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可以减少滋生小飞虫。我们在阳台上种菜，特别是在夏天，特别容易滋生小飞虫。这个结构的花盆呢，就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今天第1次采摘的一把菜苗，这个大小呢还称不上是鸡毛菜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蛋汤，也是非常清爽可口的。第29天，我们进行第2次采收，这个大小呢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鸡毛菜。鸡毛菜呢有很多种吃法，
我们可以做鸡毛菜蛋汤、鸡毛菜土豆汤、清炒鸡毛菜，还可以用鸡毛菜包小馄饨、鸡毛菜下面。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的，我强烈建议您一定要种2盆鸡毛菜。我们可以把鸡毛菜剁碎来做菜粥，味道非常的清香。一般不爱吃菜的小朋友呢，往往也能接受。第2次采收呢，我们可以多采收一些，尽量把大的呢都采收了。这一批的质量呢是最好的，因为第一批稍微有点嫩，水分有点多，最后一批呢纤维就开始慢慢的多了。其实我们自己家里种鸡毛菜呢，并不一定局限于只用上海青的种子，任何品种的青菜的种子我们都可以用来种鸡毛菜。自己家种的鸡毛菜就是新鲜，而且快种快收，一点虫和病都没有，吃起来非常放心。第2次采收之后呢，整盆鸡毛菜看上去就乱糟糟的，不太整齐了。不过呢，别着急，我们浇上水，过个几天还能再采收一次。又是5天过去了，第34天，我们迎来了最后一次采收。这次采收呢，我们就不用一根根的拔了，我们可以用剪刀从根部一起把它剪掉。我们喜欢种菜的朋友呢，往往家里都有一些陈年的种子，有的时候呢都忘记是什么青菜的种子了。而且我们自己收的种子有的时候呢长得并不饱满，并不理想。这些种子呢，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翻出来，只要能够发芽，就可以用它们来种鸡毛菜，千万不要浪费了。一个直径是30公分的花盆，用了34天，采收了3批。大家对鸡毛菜的生长速度和采收的量还满意吗？我呢是很满意，我觉得鸡毛菜特别容易爆盆，采摘完一次，浇上水，几天之后呢，又是一盆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们把鸡毛菜的根呢清理一下，然后把土呢要倒出来。鸡毛菜的根呢和这些叶子呢，我尽量不去用它来堆肥，因为接下来我要种很多十字花科类的绿叶菜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细菌传播呢，我尽量不用这些材料来堆肥。土呢，如果扔了就太浪费了，我是还会用的。我会把它倒在这个小菜筐里呢，让太阳晒一段时间，然后呢，再加上草割下来的草以及各种肥料呢，混合之后呢，1个月之后再种其他蔬菜。如果您是在阳台上种菜呢，也是可以操作的。你可以另外再准备一个花盆，把用过的土呢倒在花盆里，暂时呢不要种其他的蔬菜。放在太阳下晒一晒，甚至还可以在盆里呢埋一些你家里的厨余，这样呢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和其他的花盆呢交替着用。我会把用过的花盆直接用水冲洗干净，然后在太阳下晒干，装上新土就可以继续再种了。这样呢可以节省时间，而且花盆的利用率特别高。这个花盆呢底部是密封的，侧面呢有一个出水口，上面呢有一个黑色的隔板。这种密封式的结构，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，脏水不容易流到我们的阳台上，可以保持阳台的干净。而且小飞虫想要从这一个小洞飞进来呢，也确实不容易。这样呢，蚊虫自然就少了。它呢其实是一个吊盆，旁边3条链子呢被我拆了。大家在网上呢可以查一下，现在像这种结构的花盆呢应该很多。这就是今天全部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同时别忘了订阅并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